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这几年提出了财富自由这个概念，很多人就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个词语，认为有足够的金钱花一辈子，足够在退休以后随便花，就是财富自由。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真的懂什么是金钱吗？如果你想要成为富人，首先你要先改变对钱的概念，而如果你想要改变对金钱的概念，你就必须要看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本书，叫做《货币战争》。我第一次看完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的时候，就觉得全世界仿佛都在我的脚下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开始有了世界观。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毫不夸张的讲，让我提升了一个境界，让我弄懂了什么是金钱，从此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，建立起了我的赚钱系统，从金钱的奴隶变成了金钱的主人。今天我要将这些心法全部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。很多人对这本书都有争议，但我就喜欢看备受争议的书。我告诉你，好书都一定有很多人批评的，因为他提出了独特的观点，会颠覆了这些人的价值观，他们无法接受。但我自己宁愿选择相信，因为我觉得相信又没有什么损失，万一成功呢？我们是有批判性思考的，我们只需要能帮助我们赚钱的知识就好了。这部影片的开始，我会先提出一个摧毁大多数人价值观的概念，然后我就会分享如何建立被动收入，最后帮助大家修正思维，走向人生的巅峰。所以影片最后的内容是最有价值的，你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，因为这是我领悟出来的，就连我最喜欢的员工我都没有分享过。如果你把我这部影片看完，我保证你的财商会跳级般的提升几个层次，不至于在世界大事发生的时候变得一无所有。但开始之前，我还是强调一下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企业家、资本家、有钱人的。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，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上干货吧。回到我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，大家真的懂金钱吗？现在我要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最富有、最顶尖的人，他们的赚钱方法可能会毁掉你的人生观、世界观还有价值观。你必须要先有心理准备。其实钱在很多人的手上就是一张废纸。先告诉你们，钱真正的价值所在就是去换东西。如果你能换回来资产，你就赚了；如果你换回来的是负债，你就亏了。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告诉我们，能把钱放进我们口袋的就是资产，把钱从我们口袋拿走的就是负债。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，大家可以去复习一下。很多人都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，存钱是一种对未来的计划，我们华人就有一种击鼓防饥的概念。但现实的真相是，如果你把辛苦赚来的钱全拿去存款了，你20年后拿出来，这张纸币看起来虽然还是一样，但你可能再也买不起什么东西了。你们的钱在无形中溜走了。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概念叫做贬值。17时代的时候是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来交易的，就是今天我拿一头羊换你家的一头牛。后来呢，因为以物易物很难取得物品价值的共识，就拿了贝壳来当交易的媒介，就是你这头牛值多少个贝壳。再后来就有了铜钱、白银、黄金，到现在为了方便携带就换成了纸了。所以为什么我说现在很多人的钱都只是一张废纸而已？因为它在你银行里面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当你不用它，它只会一直贬值。所以钱如果放在银行里面就是负债，因为它的价值会流失。有些学过几年经济学的人会以通胀来解释，是因为市场上越来越多钱了，导致了钱变得不稀罕了，所以整体的物价水平才会上涨。我以前读经济的时候都为自己能说出这样的理论而自豪，但其实我只是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。直到我看见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以后才知道，我们的钱啊其实都是跑去那些银行家手上。这本书的封面写着一句话，将整本书的精华都点出来了：谁掌握货币，谁就主宰这个世界。因为掌握了货币的发行权，就可以掌握一个国家的货币到底是升值还是贬值，就
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全国人民的钱落在他们的口袋。那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个世界最赚钱的行当万变不离其宗，都只是低买高卖的理论罢了。打个比方，我是 A 国的人，如果我能操控 A 国的货币发行的话，我就会大量印钱，让热钱投入市场，让货币贬值，把房地产和股票等金融产品炒高、炒贵，达到一个极高水平的时候，我就停止印钱。当市场上的钱变少了以后，货币就会升值，然后这些金融产品就会大跌，引发了金融危机。事后我就可以慢慢收割，以极低的价钱去大量收购 A 国的核心资产，从而富可敌国。你听懂了吗？没听懂一定要多听几遍，对你的开悟有好处。而这种赚钱的方法就叫做剪羊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通胀与通缩，就把你的钱变成了我的钱，然后我的钱依然还是我的钱。对于能操控这个世界货币发行的人来说，赚钱就是这么简单，跟玩一样。所以当我们看完这本书以后，我们就能理解97年香港的金融危机、08年金融海啸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有的人会问，知道这些有什么用？东查先机啊，就好比我送你一部时光机，你就能回到以前。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，你还怕赚不到钱吗？大家现在都不难发现，全世界都是一样的，富者越富，贫者越贫。我们不能说这些富人、资本家在打压穷人，因为这个世界的资源本来就有限的，动物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的。这个年代不想被淘汰，我们就要接受现实的游戏规则，想办法提高自己的财商。学校提高了我们的智商，让我们拥有了技术，这样就能为资本家打工。而如果你想变成富人，就要提高自己的财商，你一定要多听关于赚钱的任何信息，比如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不是开玩笑，因为这样就能保证你不会与财富擦肩而过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建立5大资产。财富自由的真正定义是建立起资产，让这些资产为我们产生现金流。《富爸爸穷爸爸》这本书告诉我们，5大资产能为我们提供被动收入和现金流。当中，我认为第4种资产是将来的大趋势，大家一定要留意。好了，第1种资产就是我常提到的自动化经营的公司。你要做到，当你在公司的时候，公司运营得很好，而你不在公司的时候，公司要运营得更好。要达到这个境界，你就要去学刘邦，找到一个萧何帮你管理公司的后勤，找到一个张良帮你出谋划策，找到一个韩信帮你拓展公司。我们的目标就是什么都不干，躺着去收钱，就是要去当一个坐享其成的人。别觉得坐享其成是一个负面的词语，词语本身并没有褒贬之分。你觉得是贬义词，是因为你是以穷人的角度去看世界。在我看来，企业家就是要坐享其成。而第2种资产是不动产，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房地产。上面也提到过，只要我们能洞察这些操控货币的人是怎么干的，我们就有可能知道什么时候是买入房地产的最佳时机。这方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看一下有多少人有兴趣，以后再拍一部相关的影片。但我先跟你们透露，在人口不断增加的年代，除非真的有复仇者联盟的灭霸或者战争的出现，否则房地产是最能保值而且上涨潜力最大的不动产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判断买入的时机罢了。第3种资产是有价证券，就是股票等等的金融产品。我自己是趋势投资者，我都是跟随大户买货卖货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这样我交易的风险不但比别人低，而且赚的也能比别人多，比别人快。有兴趣学的兄弟姐妹们可以去看我上一期的影片，我把坊间那些几千几万块的课程都浓缩在里面了。那么第4种资产就是专利权，这也是我最推荐给大家的资产。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写书才算专利权，其实不然。我理解的专利权其实就是建立起一个品牌，就像 Michael Jordan 建立起了篮球的品牌，特朗普建立起了企业的品牌。别觉得很难，现在每个人都能很轻松的建立起个人的品牌，其实就跟我一样，在 YouTube 推广自己。你推广的可以是你的思想和文化，可以是美食文化、旅游文化、交友文化，
潮流文化、汽车文化等等，我随便就能举这么多例子了。在 YouTube 推广自己完全是免费的，就看你够不够坚定不移，够不够勤奋而已。详细是怎么赚钱，你们可以参考我右上角连接上的影片。但我知道很多人因为怕复杂，不懂怎么操作 YouTube 而却步，所以我才一直为大家推荐小船的 YouTube 金牌运营课程。我自己也是他的学员。这个12月我花了13天的时间，增加了1万个订阅。我也是从对 YouTube 一无所知，到现在一无所获的。有兴趣的兄弟姐妹们可以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去报名参加。而我也不想让大家因为经济原因错过这次机会，所以链接上的价钱已经是我为大家争取的最优惠价钱了。大家可以先点进去连接，然后拉到最下面有一个小船的免费网络研讨会，大家可以先听听，熟悉一下小船的教育风格，再决定要不要购买也不迟。那么第5种资产是流通保值的物品，比如黄金、钻石等等，这些就算在战争的时候也是很保值的，甚至还会涨价。因为如果改朝换代了，货币就真的变成废纸了。世界各国公认能做交易的就是黄金、钻石的这些物品。好了，说完了具体的方向，以下我说的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们要立马的去修正自己的心态。如果你是以穷人的心态去看待金钱，你永远都只是一个穷人。这个世界不会让你赚到你认知以外的钱。换句话来说，你现在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体现了你智慧的水平。现在我就要公开一个心法，这个心法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员工或者朋友提过，你慢慢的去品。你要记着，钱只要花出去了才是你自己的。我们华人有句话是这么说的，很讽刺，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。我们华人到死的那一天都不敢花钱，说要留给下一代。如果大家听懂我上面所说的，大家都会跟我一样笑了出来。因为就算你留下了1个亿给你的后代，都会因为被资本家利用剪羊毛的手法，一个通胀通缩，全部收进他们自己的口袋，你的钱就会因此而飞走了。而外国人是怎么做的呢？他们是人在天堂，债在银行。当然我不是叫你们恶意负债，但你们可以去看这个世界最伟大的企业家都是负债的。从账面上来看，他们是负债没错，但如果你真的融会贯通的话，他们其实玩的是无中生有。他们利用杠杆来买5大资产，然后让资产来为他们带来被动收入。所有懂金融的人都一定会玩杠杆。上面也提到过，因为全球在大量的印钱，市场上的钱变得越来越多，大家都不需要跟银行借钱了，因此银行的利息是非常低的，这样他们借钱的成本就很低了，他们就可以因此空手套白狼，不需要本金，通过借贷就能把钱都赚来了。所以如果你想要变富，你必须要改变一个思维，钱不是花出去就没有了，你要把钱花出去，让钱去为你生钱。其实真正聪明的人会去拿钱投资自己的脑袋，去提升自己的智慧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自己选择了小船的课程，也把这个课程推荐给大家的原因。因为 YouTube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来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。其次聪明的就去投资自己的子女，第3聪明的才是去投资这5大资产。在没有赚到钱之前，就必须要做好以上的事，而当我们能赚到钱以后，就要去享受，就要走出自己的国家，到国外去看看，去看一下别人的文化历史，去领悟不同的智慧。因为只有当我们离开了井底，才能拥有世界观。我希望大家看完我这部影片以后，不要只懂得赚钱。一个人就算很会赚钱，也不是真的懂财商，因为他不懂享受钱。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为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做一个书评，因为里面的内容都是以故事的形式告诉我们的。简单来说，这本书里面想表达的道理，如果你没有开悟的话，是不一定看得懂的。所以我建议大家看完这部影片之后，就马上去看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，你的境界就会有所突破，你就会突破文字的局限，你的财商将会迅速的提升。记着，《货币战争》这本书告诉我们要开源，别节流，节流是没有意思的，钱要花出去才是你的，不然都因为贬值而全流去那些最聪明的资本家手上。大家也要变得聪明一些。我希望大家能看完我对这本书的讲解以后，也能跟我一样，从此获得了世界观，了解了世界的政治，知道了金钱的历史，
领悟了如何像世界的精英们一样去赚钱。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点进去我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，去了解一下小船的课程。你要知道 YouTube 是我暂时唯一给大家推荐的零成本而暴利的创业项目，对你来说百利而无一害，真的是这样的。记着，谁掌握货币，谁就主宰这个世界。希望大家有所领悟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。我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，拜。